这一次讲罢之后，我到资料室把第一次带去的植物标本归还档案，但是我看到档案中动物荷尔蒙部分有70-80份研究报告，讲的都是猪、牛、羊的睾丸和生殖器，雄牛的生殖器叫做牛鞭，雄鹿的生殖器叫做鹿鞭，还有羚羊的生殖器和犀牛的生殖器为《本草纲目》所不详的。我一并签了字，带回家去。那天回到家中，我暗暗好笑，替他们做了一份工作，竟然取到9分的资料。如是者工作了1个多月，就在龙华机场斋藤事件发生的那一天，我到中委万三所长的办公室去，对他说，中日两国本来是兄弟之邦，现在敌我界限越来越深，阁下爱阁下的国家，我爱我的国家，从今以后恕我不能再到贵所来了。中委万三谦恭有礼地说，你的话是对的，我也谅解你的苦衷，但是只要事变解决之后，我还是要登门恭请的。这件事就是这样的摆脱了。但是我回家之后，心里沉痛之极，为了国家，我应该辞职，为了学术研究，那就是一种损失。每次翻阅摄得的各种资料，总有无限的感慨，这也是我在128时期中受到的许多损失之一。突接电话，弃家出走从前的上海人提到朝鲜人就觉得头痛，因为战乱时期，日本军人的翻译必然是朝鲜人，他们常常仗着日本的势力为非作歹，欺压华人。打起架来，中国人不敢回首，他们走私贩毒，连租界上的警察当局都不敢过问。好多次破获的吗啡案、红丸案捉到了朝鲜人，第二天就由日本领事馆出面担保出去，所以朝鲜人给当时上海市民的印象很坏。但是朝鲜人并不是个个坏的，特别是居留在朝鲜本土的人，还崇尚中国汉唐遗风，有谦谦君子的风度与和蔼可亲的民族性。但是这种良好的朝鲜人，日本人反不让他们进入上海，他们带来的都是一些面目狰狞、十恶不赦的坏人。其中有一班人是在日本并吞朝鲜之时，大批流亡到山东，再在山东经商，学会了中国话、中国文，面貌活像中国人。那时这班人都聚集在上海法租界，而且还有一个党本部，聚了许多朝鲜志士，干着朝鲜的复国工作。我因看病的关系，与许多革命分子比较相熟，但是有一点，他们的面相都有些和山东商人相仿佛。我只知道他们的姓总是姓金、姓李、姓朴、姓尹的，名字实在叫不出，不过碰到了面，彼此总是含笑握手。这个复国党的组织，照我想来，核心分子不过40-50人左右。有一次我因为看病到过他们的党本部，他们正在开会，大家席地而坐，李承晚坐在中央，后面悬着一面中央是一个太极图，四面是8卦字的旗，这就是现在韩国的国旗。那天他们开会，门前站着一个法租界警务处的包打听程子清，我坐车夹着皮包直到门口，程子清见了我就问，陈先生你来干什么？言下大有阻止我进去的模样。我说我是来看病的。程子清说不行不行，里面没有人生病，你进去作甚？我说我昨天来看过，一个小孩子出沙子，今天为什么不许我进去？程子清派伙计进去一问，果然不错，才放我进去。后来我知道，这批朝鲜革命分子能在法租界活动，全靠程子清在包庇着他们。只要这个党部机关给日本人知道之后，
日本领事馆派人到法租界会同补防缉捕的话，程子清会及时通知他们，走的一个人都没有。所以他们这个党本部常常搬迁无定的。128战事结束之后，日本人认为大胜利，就在北四川路的虹口公园举行一个庆祝胜利大会。当时主持这个大会的人就是日本的白川大将、织田司令和重光葵外交大使等。开会的早一天，已经在虹口公园布置好一个司令台，划定区域，左边是日本的空军、陆军、海军，右边是日本居留民团，后面才轮到朝鲜人。他们布置得很严密，所有日籍居民都发给一条白色绸织的签条，上面写明姓名，由居留民团盖印。朝鲜人由日本领事馆发给签条，是蓝色的，上面也写出个人的姓名，并且规定由正门东边进，西边门出。到了开会的当天，高空中放出一个很大的气球，球的尾巴上拖着庆祝大捷的字样。当时住在虹口的中国人个个黯然神伤，远而避之。开会时的情形怎样，恕我不知道。可是开会到了下午6时，时报特别发出一张号外新闻，大家抢着购买。原来在大会中，检阅台被炸，白川大将重伤，有一个日本中将身亡，重光葵足部也受重伤。这个号外一出，市民们奔走相告，欣然有喜色。大家说：“白川，白川，一场白川而已。”当时大美晚报的号外也陆续出版了。晚上，上海各中国报纸都接到一封信，里面放着一张照片。这照片就是当时在会场上丢炸弹的那位革命志士，名字叫尹凤吉。他预先拍好这张照片，两手中拿了2颗手榴弹，胸前挂了一块牌，上面写着为革命而牺牲的字样。背面墙上还挂着一面韩国的太极图八卦字样的国旗。他是有计划的利用朝鲜人身份混入司令台，一连丢上2个手榴弹，然后坦坦然束手就擒。这种壮举令人肃然起敬。次日一清早，我买到报纸看得清清楚楚，感到非常高兴，特地泡了一杯龙井茶，坐在沙发上，要想把个报再细细地看上一遍。不料电话铃声大响，本来我懒得去听，但是铃声不断，只好起立去听。只听到一个山东口音的人操着朝鲜人的语气对我说：“你是不是陈存仁先生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他又很匆忙地告诉我：“程子清先生有病，要请你立刻出诊，而且你要准备几天不回来，这是性命尽处的事，你不用考虑，立刻就走。”这句话的收尾来了一句朝鲜话，叫肯啥很意大，这是朝鲜话谢谢的意思。我接了这个电话，觉得很突兀，再一想，情形不对了，因为收尾是朝鲜话，又提到程子清的名字，分明这是保护朝鲜革命组织众人的密语。再一想，可能与虹口公园炸伤白川事件有关，也可能有我的一张名片在尹凤吉袋中被搜查到。想到这里，立刻惊骇起来，两手也颤抖不已，只觉得腹部有一股气朝下一沉，好像要大便泄出来的样子。